那么现在是能听得到。OK， 那你那边也没有问题。OK， 没问题。今天没有主持人，咱们两个自己唠啊。啊，没有主持人吗？说是文字主持人，说在上面会问咱俩问题。哦，那万一我看不到怎么办呢？我看不到他的那个，我也看不到，我看不到他的问题怎么办呢？没事，看台本我直接打开台本。好，接下来这场直播就由那个儿萌和那个兰迪老师共同主持。好，我们现在正式8点。好，欢迎来到我们张雪路的首播第一天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和演员儿童，在剧中饰演叶池。欢迎。好，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来，你说。大家好，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也是这部剧的演员李兰迪，在戏中饰演秦婉。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突然怎么变成第3人称了那个好诡异啊！打开一下我的那个题卡哈。我从没见过。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等一下上面那个片段给播完呢？并非年龄长幼，可以呀，我们也可以，我们2位主持人可以陪着戏里的2位演员，一位燕赤，一位秦婉，我们陪着大家一起来看剧。好，虽然我也不知道上面那段会放多久，但是我们就先看一下。肯定比我那些哥哥强多了。我爹也常我是我俩那段，否则我俩在马车上。是的哦，和我的好龟龟。等我看一下我的那个脚本上有没有写要看一下我的小卡。你的小卡？看一下我的小卡。等会儿啊，等会儿，他这有一个，他那个底下有一个主持人，你把它点开，你看人家说2位主持人老师。陪大家边看边聊就行了，上面的剧集会播1个小时。会播1个小时我们就不用等了。OK， 好。这是我们就是我们第1集的，是吧？是第1集的，是第一集的。咱俩在马车我记得拍这场戏的时候，因为其实拍这场戏已经是挺尾声的了，就大家非常的熟。然后李杰当时在我前面说：“你看，这就是我七哥，多帅呀！”然后我才说完这句话，我俩一直在笑场，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熟了，然后还要像那种初次见面的感觉。你们什么人？对，国旗军规，所到之处凌虐其民，所犯者斩之。窃人财物以为己利，所犯者斩之。好，我们来适当性的问一下问题哈，对吧？那个，那就先请兰迪老师带入一下角色视角，做一下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好，我呢就是一心想要复仇，想当第1女仵作的钮祜禄秦婉。好，非常棒哈。然后呢，那我也带入角色进行一个自我介绍。那也请老师带入角色来介绍一下自己吧。谢谢君爷，谢谢君爷。我是燕池，我表哥。传说中的战士，千万不要说这种。15岁起年年里头过，怎么样？很形象吧？我们马一婷，确实厉害。我叫燕池，谢谢君爷，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没有一点问题。应该的。主持人老师估计现在看到这个时候的是已经想我可以去吃饭了。让他俩自己聊吧。好，然后要用3个词形容一下对方饰演的角色。有责任，有担当，有担当。然后脑力和武力一样强。谢谢夸奖。那我也要说一下哈，秦婉老师呢，我觉得3个优点哈。顾祖母，先是聪明，对吧？聪明，
对，然后呢，专业验尸，专业，专业是，然后呢，专业团队再给你，对，专业团队，再给你想一个，你父王正义感满满，让你跑过来啊？对，姑祖母猜啊，不错吧？是自己偷偷溜过来，不错吗？不错，总结的很好。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姑祖母。然后第三个开始有点冷场了，开始有点冷场了。你父王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冷我觉得我们俩自己聊吧。冷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看下去。我已经习惯了。我刚看评论，有人说为啥咱俩那个我是领队可以笑那么久？领队，我是领队啊，让着他点吧。你都忘了？我当时怎么回事来着？咱俩想了一个，你说你是领队，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你脑袋上戴了一个小红帽，然后穿一个小毛裙，然后我们是领队，甚有威严。就是有那个画面，对，就很有那个画面感。我俩当时就是陷在那个情景里，就出不来了，就一直我是领队，我是领队。但是我忘了为什么，但是当时现在想起来可能没有，但是当时觉得好好笑，没有很好笑，对，当时好好笑啊，也不知道在笑啥。好，我们看一下弹幕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或者是说对剧中有哪些地方不理解的，也可以问一下，然后我们给你们解释一下，就进行在线那个解答，在线陪看。娘子有些眼熟，你别剧透啊！这是不会的，不理解的，然后透到第7集了。不会的。亲万见过大长公主，明儿就要上。说咱们是亲家的，咱们什么？过来。咱们拍的时候有人我看到了，敖日鹏拍的时候怕不怕？两个远点。对，我刚也看到那个，说拍剖尸戏的时候怕不怕？因为兰迪老师是离那个死者最近的人。若不然，他的冲击感比我这儿要强很多。我在后边当街救人，我记。敢问秦九娘子，我记师承何处？对，我记，我继续记。但是呢，那个兰迪老师呢，就是离那个死者很近，所以说他的冲击力应该会大一些。我胆子很大的，我是不怕的。兰迪老师呢？兰迪老师也是不怕的。我记得当时其实我们第一天拍剖尸戏，其实刚看见那个假的大体老师，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就是恐惧。但是后来好像是妹导就让我们戳他的那个肚子，然后说多好玩啊，你们戳一戳，然后戳完了就不害怕。对，也要听我。也有人在问那个，我该给您诊脉施针了。你说，我们不是还有把那个胃然后捧出来的吗？对。当时我记得大家就在那儿一直在抽那个胃，其实是很好奇的，解压玩具一样，手感也很好。对，因为做的非常的真。就像刚刚有人在问你们那个尸体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但是呢很真实，但是它应该是用那种某种材料，反正胶的那种，但是摸起来感觉挺真的。然后那些皮肤表面的那些色泽呀，然后还有那些根据不同时间那个尸体的腐败程度啊，我们的美术都是有研究的。这些本就不是我的，有什么可高兴的？还有什么问题啊？有人问你吃蛙了吗？哎呦，九丫头，3夫人。你吃蛙了？九丫头没吃。怎么样？这院子住的可还合你心意？看一下，这有一个。多谢3夫人。叫3婶。看一下，没找到，跳太快了。没找到。没事，那我们问一下那个台本里的问题吧。九丫头。可以。对，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那个弹幕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然后呢，我们如果看到的话会进行回复的。难怪大长公主都这么喜欢你，3婶我呀。问什么呢？如果能选择和剧中角色做好朋友，2位会选择谁？快瞧瞧，可还喜欢？你先说。我，因为燕池是男朋友，所以我就选月宁来当我的好朋友，选我的好闺闺来当我们的好朋友。那如果再选一个好朋友呢？
再选一个，那算燕池吗？有燕池吗？当时对你本人选2个剧中的角色做好朋友。你们都跟我来啊，把这些都放进来去。就是意思是说我还可以选秦婉。对，那当然。那我想选秦婉和燕池来当我的好朋友，我想每为什么呢？CP。那我也会选秦婉跟燕池。第一是可以磕到他们俩的 CP， 然后呢，第二呢，燕池给了我安全感，有他在我身边。要是燕池这个时候站在这里，站在这个位置，站在我后边，我会觉得无所畏惧。美女参见世子对殿下。然后秦婉呢也会给我安全感呀，也非常的安全感。我要是有任何的那种就是比如手痛、脚痛、头痛，都可以找他看。九娘子似乎对我有一些就是秦婉就只能给你扎针，通的，这个都是通的，对，通的啊。他都那个医术都是通的，心中自然生畏。对，如果碰到有坏人，秦婉一个小飞针过去，他知道哪儿疼扎哪儿。是的，绝不伤情。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下个问题，看看大家的弹幕。保得身后千万家。哪一集最吓人？这个呀，就得你继续看了。这个就得你继续看了，你先得看完，你看完了才会有比较，你才会觉得这儿是最恐怖的，后边有那个是最恐怖的，是不是？怎么会还没到呢？有些呢，我们戏里有些是直观的恐怖，你看到那个画面你会觉得有些恐怖，有些呢是你细思极恐，就是心理上对于人性的那种恐惧。是的，它有不一样的恐惧。有人问每一集都吓人吗？不是这样的，有的还有点甜哟。坐。就像刚刚兰迪老师说的，那个恐怖有的时候是视觉上，无头是娘，一下就吓到了。然后有的是你去抿，就是去悟到了那一层，哇，有点恐怖，细思极恐。还有的呢，就是那种反转，原来是这样，哇，也难怪你说话行事一不同的，幸好我们是吧？少有缘分，从今以后，我能还有什么？看一下，还有什么？我感觉大家问的问题其实都还挺不错的，可以多问，然后多那个，对，不管是在剧中啊，还是在我们的拍摄期间啊，有什么大家的想知道的、想了解的，都可以问。心中有多少委屈？这有人问哪一个案件让2位主持人印象最深刻？印象最深刻，你就看这个直播间上面，即将就会出现。你是真省事儿。你们看，因为我不知道直播间有的朋友是不是看了，或者是说没有看的，有可能还没有看过，就是刚刚才打开，或者是刚刚才下了班回家，或者是回到家才打开电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看即将会发生的事情。新娘到，吉时至，请示我就让大家看一会儿。叫门。我说开个玩笑。有人刚才说那个虫子验尸的时候，那个虫子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是真的。当时我们准备了一小碟儿的那个各种虫子，记得不？我记得。小白肉虫，然后放在那个脖梗那儿。吉时已到，请世子爷先叫脸。没了，不是完了。是不是其实
当然哈，刚刚那个有一点我的表演成分在。我个人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小，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小。对，但是其实我们的，你刚刚看那些镜头的角度啊，还有那些我们的灯光啊，还有那些氛围的渲染，其实导演都非常用心思的在做。大家如果真的在那些镜头里面感到了一些小小的惊吓，就说明是用到点子上了的。好，看一下，有人问这是真的吗？这什么？这是真的吗？没事。王女士是。来，我看下一个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哎，我刚才看见有人在评论里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所以说，哎，这个问题啊，在每一部剧里面我们都会有体现，就是我们拍的每一部剧都会问过我们，在剧中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时候呀，或者是说有没有很好玩、很好笑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吧，兰迪老师分享一下。来吧。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后来我当时我就立马跟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都说了，是当时那个鹏鹏身上带了一个，你记得你带了一个牌儿不？就是拍那个救火那场戏，然后咱俩从那个火场里出来，后来那个服装老师去给你整理衣服的时候，然后问你说那个。哥，你刚才你走的什么路线？然后你说了一句，你说型男路线，然后他说我问你，是的，我走的哪条路线？你的牌儿没了。是。我当时快笑死了，然后我就一直跟那场剧的姐姐妹妹们分享。对，你一说这个，我也想起来了。对，当时是那个因为我去了趟厕所是吧？然后。那个东西掉在了路上，然后呢，那个道具老师来找嘛，他问我身上不见了，然后他问我刚刚去的厕所走的哪个路线？你走的什么路线？他都没问你。我当时他就直接过来说，哎，老师你走的什么路线？你走的是什么路线？型男路线。型男路线。老夫，几个老夫人回去休息。关键是你们俩说完那个反应，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们俩很丝毫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两个人还是就是这样，就是很正经。我在旁边，我感觉我笑都蹲在地上了。是的。型男路线。对，你一说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是最搞笑的。怎么会这样？哦，上面那么恐怖，我们能讲那么搞笑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到哪里？哦，到看女士了。哇哦。是你！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异姓外人，是你杀了小柔！荒唐！我奉命迎亲，是给宋国公府脸面，我何曾见过新娘？娘子，快走吧，先看看。送亲的人是你，你还有脸质问我？好好的心腹死在喜轿里，你是来送亲还是来送命的？我与宋柔从小一起长大，我怎么可能会害她？一定是你岳家不满这门亲事，才会杀我妹子泄愤。哇，好哇！过奖，也就说我不满，基本发挥，才会出成亲基本操作。哎，基本操作。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与安阳侯府侍卫即刻守住此处，不许任何人擅动。是。什么？小柔还没有嫁进安阳侯府，身后事。燕池对秦婉是一见钟情吗？我要带她回京城。来人啊！我觉得第一眼看的时候肯定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觉得，肯定有一点点觉得安阳侯府会为他讨回公道。哎，对，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后来在不停的那个故事发展当中，然后慢慢的日久生情。对的。这世上还没有秦婉老师呢？秦婉老师对燕池呢？
也是一样，因为你想，当时验尸，我觉得他觉得燕池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在验尸的过程中，其他人都是就是感觉很恶心，都出去吐了，只有燕池一直在那默默的陪着他，他也是那个场景觉得不一样，这个人有些不一样，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很事业脑，就是他们都有自己就是自己人生的目标。我觉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可以发现出他们两个其实在面对事业上面也是有共同追求的。这兴许就是我破局的是的，机会。是的。什么嘞？小柔，哎，然后呢，这个时候实在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开我的看一下脚本。查一波，看一个问题。早知会早看一下哈，还强送你来。两位老师，现实生活中的性格和饰演的角色性格差别大吗？那李老师，去看看你周末，我不大，老人家，我不大，我也不大我就是这样，父亲，就是沉稳，有目标，非常冷静，情绪稳定，然后不苟言笑，就是这样。是的，我也是这种，就是沉稳冷静，然后不苟言笑的那种。父亲，看出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这样，我们两个都是本色出演。是的，就是本色出演。送所有宾客从西门离开。大家看到角色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俩日常生活中日常就是什么样子，就这样的。是，我们现在呢，只是因为要这个工作，所以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打开一些。但其实我们打开一下。不讲话，着实令人心痛。好，下一个问题。劳烦霍知府费心。无头新娘案。带入角色视角，两位是从哪里发现凶手可能另有其人？另有其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从你验尸，你告诉了我。那个，请魏府尉收敛心绪，稍后还要配合官府调查。我呢，就是从发现那个叫什么金剑指，就是犯人对那个指，他其实过敏。他一路平安抗这里发现到了荆州地界却丢了性命，分明是那岳家有心加害。下一个问题，知府大人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魏府尉误会了，下官定当。有人说两位主理小伙伴啊，您说，你先说。知府大人，没有，我那个问题在这上面写着呢，随时都可以来，你先说。刚才我在这个弹幕里面看的也是那台本上面写的问题，说有没有就说可不可以什么说一下台词？哦，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台词？对。但是我好像不记得我有什么台词，要不上面现看一句。上面出现的下一句台词就是我会给大家复刻的台词。你用四川话说。殿下。霍知府来的殿下，喜教与尸身不宜在此地久留，还请尽快安排勘验。这句有点长，我们找一个稍微短。此地有尸身，不宜什么，不宜什么吧？劳烦殿下在此看护一下。这知府大人为何不先勘察喜教和尸身？若是损坏了证据，他也难逃其责呀！真是个蠢人。娘子，这事你真别管了。要是就这句吧。公主知道你一个女子还行仵作之事，燕青娘子，你别管了。没有人替我们撑腰了。不会的，就没有人替我们撑腰了。这次对我和安阳护府都有好处，你不用担心。不对，等我出现的下一句台词就是我会复刻的台词。主子，然后这场戏没了。然后20分钟我没有说一句。他说什么？滞留、打探、偷窥者。一律驱散，但不得滞留、是打探、偷窥者，给我围起来，一律驱散。那你老师复刻一句，你的下一句台词就是你要说的。可不要给我出现验尸，给我出现一些记。黑甲卫听令，背对喜教。是。好像真没有台词，这咱俩就是在喜教里碰上。
没台词。那我直接说一句我自己的词吧。可以我。感觉是半会儿说不了。他说了，你说了，你说了。鲜血飞溅而出，血溅当然痕迹因喷射我的椅子倒了。但这些轿顶和四周不围窗棂上的血迹，血滴尾尖，且长似甩痕。加一衣领上的血迹也不对，若被衣领上的血迹为何血量残留如此之少，只晕人领口？听不清楚。秘密，这一段就是是了，真的。喜教绝非凶杀现场，分析，只怕被人伪造过。你们几个先把尸身送只去医怕被人伪造过。然后把轿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不可，就这样吧。我们下一个吧。来，我们在弹幕当中再来看一个问题哈。你怎么在此？哇，几位大哥，刚才这个主持人里面说刚刚热度破7000啦。得等勘验之后。哦，谢谢大家！我们在直播中间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来到直播间的观众们和在看剧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谢谢。谢谢大家，几位大哥可愿承担罪责？好开心，真的很开心。7000啦，我们。难道就不懂得何为恭敬矜持？当众对官差指手画脚啊！对，你刚才想问的那个问题是啥来着？哦，想起来了，你看，随时都可以翻出来。熟知规训，难怪跟着知府大人习学这么久，却仍不懂勘验之重。原来知府大人是因材施教，在哪儿来着？哦，公子当闺女养大的。组里小伙伴谁的胆子最大？如果要选一位去玩重度恐怖版昭雪路，会拉上谁一起？只有一个人，你会拉谁？一个人。你至今对我拉你之事耿耿于怀，但你越是这番纠为什么型男嘛，我就越发因为走的型男路线嘛，死了这条心。猛男嘛。公子这么说，型男路线在那个恐怖版昭雪路里面也有作用，是吧？否则你还真无颜面对宣言。走，这样你走我前面，我呢就一直蹲在你后面，这样你可能先然后我就说怎么了，然后你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密室了，到另外一个房间，我就一直在一堵人墙后面。如果让我带一个人的话，霍公子，我还是会带秦婉。霍公子就是霍大人委派的，因为秦婉会懂急救。只是命在下把这个轿子和尸身抬回府衙和义庄，另有属官和我要是吓晕了，或者是吓过去了，我还能够把我捞回来。在下所见皆是如此。秦婉给你一顿扎针。那当然是以口供为主了。这勘验，看一下，勘验哪有十足保准的？什么？燕池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哎，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涉及剧透了，所以说呢就不方便回答，在后续剧情当中会陆续展开，期待您继续支持。好官方的回答，好官方的回答呀！刚刚有人说你能不能用重庆话说入股不亏？入股不亏。我说昭雪路入股不亏吧。娘子，那个案子你还是别查。昭雪路。入股不亏，今晚那些黑甲卫没发现我们，入股不亏。要是把我们抓住了，发现还可以对吗？虽然对，哎，你既然有点想公主，咱们可以去求她，送你到京城啊。入股不亏，污名加深，入股不亏，举目无亲，连真相都差不多，带了点口音，但是呢，差不多。可你有一定数呀。只要咱们到京城再多救几个贵人，入股不亏。在街头发病。自从得知父亲被污名可以的，直到今日。杀青的时候泼水好玩吗？那也不要太好玩啊，非常好玩，太快乐了，朋友们。对，我的当时头套是已经离开了我的头，然后呢，我强行给它摁回来，它只有这一点点，只有这一点点是粘在我头上的。
可是，而且你知道，我记得当时导演这其实是导演组的提议。当时他们跟所有人说，不要跟演员们说，不要跟其他人说，我们到时候就在现场突然发起攻击。连我那天也不知道是谁大嘴巴给说漏了，我们早上全知道了。然后儿童当天就跟我说，哎，我一会儿我要去买那个大桶，然后我要买那个水瓢，我到时候不用那个滋水枪，我直接拿桶浇。就我们当天早上就所有人都知道了。是的，是的。就每个人其实想起来还真的挺好玩，真的非常好玩，非常快乐。而且我们到那个，其实当时拍最后一场拍杀青戏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啊，大家的心思已经都去到泼水仗那儿去了，因为最后一个就是那个飞机好像是飞过去，就是带我们一个远景，我们就当时所有人在那个，当时好像是对，当时拍的燕离的出场戏，我们就在马车上一直在那讨论什么时候泼水啊，什么时候泼水啊，每个人都在想着打水仗。是的，是的，而且那天也是运气好，就是当时有很多演员都是跟我们一块儿的。对。就人也多，就是很多演员是跟我们一起杀青的，然后还有一些提前了1-2天杀青的演员，他们也回来了，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就是又热闹，然后又好玩，然后又本来就热嘛，那时候夏天本来就热，然后泼点凉水，然后一直杀青，又开开心心的，非常非常快乐。他的船难查得如何？从药王谷到荆州的水路可不只有一条，但是我记得后来抹蛋糕调派人手。好像是我挑起来的，我是给谁抹了一块？我忘了这个，我真忘了，我就忘了，反正是谁先，反正是你先开始的，是我开始的，能够做出畏罪潜逃的蠢事。全力追查沈毅一家下落，看一下，对，领导抹了一块。至于这个秦婉，好像是谁，反正先点了一下，然后后来就开始了。救命恩人，为什么要突然查探？为了用他。然后呢？定会成为我们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但你相信，一个久居幽谷的孤女，剧组里边谁最活泼？寄人篱下，却又宠辱不惊。最活泼。他方才着重。我觉得雨洁挺活泼的，怕是别有用意。我要用。我感觉我们组里没有不活泼的。那你到底是要用人家，还是防人家？你这么一说也是，就是大家来现场都是比较闹腾，然后就是一直聊，跟挑肉一样的，好像就没有不活泼的，真的。是的。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现场拍戏的时候，就是执行导演就特别像那个幼儿园大班的老师，那维持纪律。说一下说一下自己饰演的角色最喜欢他的一点。说。最喜欢六姐姐，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是他有一个，他就是他有自己的目标，他认定的事情他就不会放弃，就在这一路上，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会去克服，然后一定要去坚定自己的目标，要去完成。是的，燕池也是心中也是跟秦婉有这样同样的一个想法，而且自己身上的那种正义感是我特别喜欢。吴姐姐和霍哥哥的婚事也落了空。咱们秦府女儿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下一根姐妹议价这种话可不能再说了，免得让别人晚上睡得着吗？以为咱们秦家睡得着，未婚夫婿，肯定睡得着。不自重的。我的胆子还不到睡不着的。你说谁不自重呢？下一个问题。别以为你有个大长公主撑腰就可以无法无天。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你看他那个样就知道睡不着。不会的。是谁竟敢在此信口雌黄？信口雌黄！张嘴！放眼大周，谁敢对我祖母不敬？刚刚主持人发了一个燕池什么时候发现秦婉的真实身份啊？他说的是燕池什么时候能发现秦婉的真实身份？什么时候能发现秦婉的真实身份？我什么时候能发现？
在后边几集的时候能发现他的一个身世。我没你再惨了，祖母。反正具体呢，这个戏里能发现。对，在这个戏对，反正在戏里边肯定是能发现现的，在后边几集。具体是在哪一集呢？就要根据我们后面的剧情陆续展开。请各位观众朋友就是在后面的剧情当中多多寻找、多多观看了，谢谢支持。饶他这一回，老夫我按家法严加惩治，以儆效尤，求郡主开恩。按秦氏家法，该如何处置？说咱俩如何破冰的？杖80。这个我想一想啊，好像就慢慢话就变多了吧？好像没有什么，就是拍着拍着，因为我们俩对手戏挺多的。拉出去！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对，因为天热，然后我那会儿我管二鹏叫奶茶小使者，因为对，奶茶天使，对奶茶使者，奶茶使者，因为他天天买奶茶，然后问我说你喝啥，然后就是那个他给我就是安利他喜欢喝的那个。是的，因为那段时间因为天气热嘛，夏天肯定要喝点冷饮什么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点奶茶点的比较频繁，但是每次点，因为我们当时是坐在一个棚里，就是我们在里边就不用来回走嘛，就在一个休息区里边，我跟兰迪就在一个区里边，我们俩在一个棚里边，对，我们俩在一个棚里边，然后就没事就聊两句，然后呢，我要点奶茶的时候，也就会给兰迪点上一杯。每次都会说奶茶使者又来了，使者又来了，谢谢奶茶使者。风邪入身，看一下，祖母几乎一夜未睡，一会儿她心疼宋柔死得惨，一会儿又担心宋国公潘瑶闹事，对，丢了性命。我记得还有一个牵连上安阳侯府的名声，不到天亮，你做了一个什么鸡翅？心为情志之主。对，那段时间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有空在家里边做饭，然后呢我也会带一个小饭盒带到现场去。对，当时我研究的新菜太好吃了，还有他拌的黄瓜绝了，我说凉菜怎么能那么好吃？除了医术，我的网上还专门买了个小罐进行腌制。对，很精致的凉菜，早日解开心结。仵作之术就是看验死者。对，我俩好像就是从吃的开始。对，慢慢就是喝点奶茶，然后吃点东西，然后日常对手戏又多，但每天在一块儿的，然后就慢慢就变熟了。就熟了。是你太厉害了。那个时候觉得兰迪老师是那种很爱的人。我们这些军工出身的，就是哪个当家人最开始的时候就才开始的那段时间，因为在进组之前我觉得李兰迪，然后听说他是比较就是话比较少的那种人，然后我也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会不会觉得你闹腾啊，会不会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也觉得要不说话，但是我不说话又不行，有点听不懂你没办法，又必须得讲话。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对，然后呢，兰迪老师每次就坐在那儿看剧本，或者是看手机看剧本，就坐在那儿。然后后来慢慢，我跟他试探性聊两句，他是要聊天的，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你后来你都不是试探性聊两句，因为我那个验尸的词儿太多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吃开机饭的时候，导演跟我说过，说没关系，词不用成为你的负担，这些词呢，我们不会全部都让你说，我们是会穿插着闪回，所以你可能只用说其中几句。结果后来全变成我的词了，就是是的，就是切别的画面，我还要在现场，你还是在说的大段词，我就在那背大段词的时候，儿鹏一直在我耳朵边，哎呀，别背了，又开始用功，别卷了，还背呀，背什么？然后我那词儿本来就难背啊，可能我的这个衔接点可能是从
比如说什么头部有什么什么对，一直说下来哪有问题。然后他会给我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头部有什么什么损伤，他会跟我说头部缺失，就是这种。他会比如说可能我是四肢缺失啊，然后他直接跟我说，他一说到头部我就会说头部怎么就是跟他那个词儿呢就是反着来。多恐怖啊！有这种人的组里边多恐怖啊！太恐怖了，多恐怖啊！所以比起肉身，对，所以说兰迪老师，但是我觉得他的本性是不矮的，我觉得还是挺毅的一个人。我就是觉得你说的那句话特别。那么，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如此干扰的情况下，他还能把那个词儿给完美的，就是大家现在剧中看到的那个样子，真的还是挺厉害的。这个是我不得不夸的一个点，真的是。那个词儿让我背啊，我得估计通宵背了，我得晚上就开始背才行。但是你太谦虚了。但需要你亮相。我记得有一天，别给我丢脸，就是咱俩拍那个义庄的时候，就坐在外边，我说妈呀，这个词儿我是真的背不下来了，太难背了。然后他就在那给我梳，他说你怎么背，他就是比较好背，你看怎么有什么关联。他给我说完一遍，他自己背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太厉害了！这位娘子，我都忘了。当时是按照部位背的。对，你就是按部位背。我说我也按部位背，但是我经常就是各种部位会背混。原来是秦府的九娘子。九娘子心腹案颇有心得，希望能助府尊一臂之力。九娘子，看一下拍摄期间有没有梦到电视剧的情节，有没有做过噩梦？有吗？电视剧的情节啊，但是我好像会梦到那种，就是有个怪兽在追我。本官派人里里外外搜查了3遍，我也有。脚拆成了木条。我在拍《昭雪录》期间啊，我也是经常半夜就是惊醒，就是官府公文，不是谁不是刚才还说自己能睡得好呢吗？给他看看，我能睡得着。不代表我中途不醒。哦，原来是这样。这是2个逻辑。然后我不代表我中途醒了，我就不能睡着。又睡不着。我睡得着。我是那种就是我在拍我们的剧当中啊，因为我白天其实因为毕竟现场我们那么多人，不至于说就是非常害怕看到那些东西，对吧？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睡着，眼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然后尖叫起来，对，宋荣，然后一看，宋家的魏府委已确认了。那魏府又是如何确定？这怎么会有差？在抓到行凶人之前，看一下，也没有什么都有嫌疑，其供述皆不可信。为确认这场戏，这个词儿背的老难了，老难背了，一大段。何况死者身份尊贵。我拍的时候都只几张。亵渎，仵作虽属建议，但勘验却是死生出入之全余，直往赤身之机括。如此草率断案，就不怕狱情有偏，往生冤案吧？我到现在都记得，现在都还有印象。太难背了。下官为官多年，可从来没有判过冤案呢。霍知府多虑了，九娘子并非此意。民女确有此意，殿下不必为我遮掩。行狱之时，岂容闺阁女子妄言？九娘子，请自重啊！刑律先贤曾有云：狱情之事，多起于发端之茬。审议大人，我们看看其他的问题。在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中，引用诸多实录，验证了勘验之中。如今尚未确认死者身份，大人就要草草推断吗？审议，那可是轻犯，早被判定满。曹玉鹏拍脱衣戏害羞了吗？这种不忠不义之人，设为典范，未免太过不智了吧？猛男、型男有啥呀？让我想起了我们那个乃深宅女子，什么？朝廷风云。我想起了综艺。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乃审议大人的心血之作，也曾作为刑部典籍。前2天推广至各州县主官学。这是啥呀？掰手腕。大人也曾那又如何？到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不提了。是隐藏了你的真实实力了。其大人心一定。
这个到时候就知道了，到时候就知道了。若大人不怪民，没事，人家给剪了。民女愿助大人查清死者死因，以安民心。有可能。你真的能行吗？可以比心吗？啊，来，我们俩来查明死因不是难事。霍知府若别无他法，又何不让他试试？义庄正好有一出来一点，可以让他去使用。你啥呀？你要比啥呀？我便让他去查。是这儿，心腹啊，在这儿吗？这儿。哎呀，我的等一下，我的这只手有问题，我这只手没有问题。你拿你那只手这样对过来比不就完了吗？我那只手没有，左手圆润。被工头魏武活活打死。那我也要这样。检验了死者尸身，并未探明尸身脏腑是否受损。哎，我看到了，哎，可以。死者是死于隐疾。可以的。旭禾入行资历尚浅，我的左手比右手要圆润一点。偷验过尸首，你不会为啥呢？哦，我也不知道。您不是跟我说，像您一样，不用学吗？看一下。那魏武供述的打斗过程与仵作勘验的完招雪路组团去玩密室逃脱，就一定我们已经这是能说的吗？应该是可以的吧？既然死者死于隐疾，可以的吧？那病灶可以的。我们应该是已经录制了，应该，我们可能是已经录了。大人确实不必知道这些，是吗？好像录了，或许是录了。你们几个人录的呀？如何复查？好像就这几个吧。就这几个呀？哦，那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老师们录的这个。可能已经录了的这个密室吗？可能吧，可能录了的密室。哎，但是我们当时就说拍完戏，一直要去玩那个漂流，就是啊，对，一直说要去玩，然后就是做什么用啊？服下香丸，就是没有凑上，没有人来响应。我响应了，对，只有你响应了，其他两个就是不响应。呼吁一下，可不可以让我们去？我就想去通天河。通天河，对，现在这个季，但是啊，看吧，可能吧，就想去。哎，看一下，我们呢，因为在这个我们的一个。手卡上写的是，我们会在2点55左右的时候进行一个抽奖环节，会进行一个抽奖环节，对。然后呢，我们就因为我们两个主持人呢可能比较慢，然后我们就会在8点52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个抽奖吧，可以吧？好的。荒宴之时禁止喧哗。这个奖品呢？不是，但是。8点52的时候，他这个开了吗？他抽奖机制开了吗？我不知道耶，应该没开吧？你看它底下好像有，你看一个小红包，它有倒计时，应该还是要8点55。哦。旭禾，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是。哦，这个呢是系统自动开奖的哈，自动开奖的哈，然后呢。另外有一个是手动开奖的，就是我们进行一个截图，对，进行一个截图。死者林大兴，男，身长约5尺6寸。那我们是等那怎么说？我们是就截一张，是不是？头发秃，对，截一张。截2张好像是。第一位突出。我先尝试的截了一下 ，OK， 没有问题，我们的截屏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对，我们8点55呢会进行系统自动开奖，啊，好像是什么来着？是有驱虫。机器抽奖不知道是。对，机器抽奖抽的是10张月卡。哦。对，然后人工抽奖是签名照或者签名书。是的，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手动截图。对，其实我们中奖名单将通过，大家记住啊，有一个账号叫爱奇艺泡泡进行公示。
还有呢，有一个账号叫淘气放映机，也会以私信的形式联系中奖用户进行奖品发放，请中奖用户及时关注中奖消息。及时关注啊，不然中了你不知道，那就很亏了，是不是？花大人，我们在一个是爱奇艺泡泡，一个是淘气放映机。什么样啊？是的，我们在55机器抽奖结束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人工抽奖，然后我们9点钟的时候应该就会结束这一场直播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看一下最后几分钟。徐武做的涂成这样，小耳朵干什么？别看，大家已经从现在就开始。预告里2位下伍子棋，最后是谁赢了？伍子棋，我不知道谁赢了，但是赢了，但是我伍子棋没输过呀。我伍子棋只赢过一次。而且那天是我俩正下着，还没下完，就是县长就叫我俩去拍了，说那一盘棋别给我俩复原，我俩回来还要继续下，结果人家就把那棋复原了。我当时临去拍的时候，他们说赶紧快复原吧，说你再下一步你就输了。我说我看不出来我到底输在哪儿了。是的，我伍子棋，就那个还可以。就是江湖人称重庆泥怪。重庆什么？泥怪。哎，我还想说雨中。我有很多的绰号，不过呢不重要，大家以后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花絮啊，或者是在一些陆续解锁我的不同称号，是的。不是雨中没有录下来，一直在试探，雨中精灵。方才怎会？他说他人称重庆雨中精灵，我说你不是雨中精灵，你是雨中老精。不便被别人知道，还请殿下为我保密。好。我们这个呢就51分哦，现在一旦看时间哈，就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的慢。死者林大兴就是被原型盾武击中左侧胸部，心脏破裂。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私底下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现在派人去搜检魏武家。第一印象与胸口伤痕一致的凶器。第一印象，我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吃开鸡饭的时候，那会儿你就骑了个摩托来了，我当时就觉得，对你骑摩托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哇，好有活力，好有生命力。他提起老师的伤心事，对不起老师，失踪人早已轻松脱逃。但是，我将今日剖验还会再来的，以免九娘子受无知世人毁谤。殿下说的是，我对兰迪尔是第一印象，就是刚刚大家说的，觉得他就是一个哀人，然后就是不爱说话，然后自己在那儿闷头吃。为荆州除恶扬善，本官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闷头吃，这听起来。回去抄写10遍大。我是啥人啊？闷头吃。是的。民女只是一时玩笑。大人不必当真。对，是的，想起来我们杀青宴那一天，对，到现在也是过了很久了。咱们这个戏也播了，真的是，七哥，非常的感慨。今年这个时候我们还在拍。是的，真的那段时间，那些温度啊，或那些画面啊，还有那些当时的一些感觉、触觉，还有一些那种味道。历历在目，真的很怀念，确实很快乐。幸不辱命，是的。今晚定不负厚望。其实我记得我们杀青宴的时候，真的大家都，哎呀，好舍不得呀！我杀青那天，我就在录那个杀青 ID 的时候，我录了好像4、5次吧，因为我一直在想什么呢？娘子，是的，说一遍哭一次，说一遍哭一次，就是一直录不下来。热度高有什么福利？是需要他的助力。这个就不能问我了。
万一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你要问谁呢？我在他面前一向谨慎小心。此处一个艾特，谁说上五座就一定是沈家的女儿了？听有一个4字 ID 啊，我不提是谁，一个4字 ID， 什么什么冲，对，白风，艾特他。属下在，主子有何吩咐？感觉屏幕前的人被我们两个霸凌了。搞秘书干嘛？好，还有1分钟啊，还有1分钟，还有9秒、8秒、7秒就会进行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开讲了，还请观众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的开讲前提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已经开讲了，好，结束了，抽完了，抽完了，哎，真的已经抽完了。我那个字的尾音都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的奖已经抽完了，我也不知道抽到了谁，但是呢，大家要去，虽然不知道抽到了谁，但是大家可以去通过艾特爱气泡泡微博账号进行公示，淘气放映机也会以私信的形式联系中奖用户进行奖品发放。虽然它发的很快，但是呢也是能发到的，对，大家不用担心。哎，其实也可以点，我刚才点了一下，我看底下那个小钱罐里面有一个查看中奖用户，大家如果想看自己中没中，也可以直接点那个中奖用户看啊，有那个名字的第1位和最后1位。我以为会像抢红包一样抢点2下的，我刚刚一看，我的53、21，啪，已结束，哇！霍知府正在查呢。祖母，小婉儿说您现在最急操心受累。淘气放映机说，自动开奖的月卡会自动到账户哦。啊，非常感谢，就是刚刚获奖的朋友哈，非常祝贺那个刚刚获奖的朋友，然后也很感谢其他那个没有中奖的用户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来看我们的直播，谢谢。是的，非常感谢啊！这一次我跟兰迪的主持，应该还是比较成功的，应该吧？应该吧？可能？我觉得可能吧，应该。也许，maybe。好，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一个激动人心的人工抽奖了。58的时候还有2分钟。我抽的慢，你抽的慢，也不开始延时间了。人抽奖呢是抽取幸运用户送出签名照各2张，然后呢，老师可以给到口令，让讨论区网友发送口令，然后呢，就是我等待随机的时间进行一个截图，各2张就是指的是一共4张，对吧？啊，对，一共4张，兰迪2张，我也有2张。好，兰迪先来吧。兰迪说一个口令，然后呢，来。好，说口令，都去看昭雪路。都去看昭雪路，都去看昭雪路6个字。来，对，大家把都去看昭雪路打在公屏上，打在公屏上。看看啊，什么时候？好，我们这边肯定有点延迟的，有点，我感觉好像现在有。我看到了，开始了，准备好，大家要不间断的啊，不间断的啊，大家最好是复制粘贴是最好的。你来截图，你来截吧，你来截2次，然后后来我截2次，你截2次。2次嘛，不是就各2张嘛，就是你有2张，我有2张。只有截图第1位即为中奖用户，是不是就只有1位中奖？我确认一下哈，稍等，那个我们工作人员马上去确认一下，是2张哈，一人2张哈，对，一人2张，一共4张，就等于说你截一张图，然后第1个人会中奖，然后第2个人也会快，大家已经马上那个要发没了，快！好的，来，准备，5、4、3、2、1，我截了。啊，第二张发，我看一下啊。第2张一起，第2张。那等一下，来，5、4、3、2、1，好了，我截完了。好，接下来就是我这边的了。然后呢，想获得那个敖月鹏签名照抽奖的观众朋友，就把昭雪路涂鸦打在弹幕上。
雪路冲呀，朝雪路冲呀，朝雪路冲呀，朝雪路冲呀，啊，朝雪路冲呀，那个一定要是冲呀。朝雪路冲呀，大家冲呀，冲呀。好，我看见了哈，我看见了。来了，不要再刷去看朝雪路了啊！现在要刷的是朝雪路冲呀。来，准备5，不要再刷都去看朝雪路了。2、1，截图。第一张已经截了，第二张准备3、2、1。哎，没接上，马上。好 ，OK，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然后呢，我和兰迪老师就用一句话安利一下咱们的戏吧。一句话，希望大家都能来看《朝雪路》，这里呢有忠贞不渝的爱情，还有非常烧脑的剧情。我们的剧情是有你想象不到的反转，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朝雪路》。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朝雪路。我们剧里边你想得到的我们都有，你想不到的我们也有，都有。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非常感谢。然后呢，今天我们就下播啦，到这里拜拜，拜拜，去看朝雪路吧，拜拜，拜拜，兰迪，拜拜。医药同修，自然见识不同。这么说，我撤了。你是医道上的天才。